每个人都有生理需求，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。在现代，普通人解决生理需求的方式已经日趋完善。不过，一些从事特殊身份的人群却并非如此。就比如监狱中的囚犯，他们的自由受到限制，因此解决需求要比正常人麻烦的很多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士兵，尤其是女兵，不管是哪个国家，军人的日常都是训练，提高身体的极限。而在这样的状态下，女兵们的需求自然难以满足。各位是否好奇过，他们在这样的特殊条件下，到底如何解决生理需求呢？今天读者就以几个国家为例，带大家深入了解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热心读者，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在节目开始前，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，谢谢了。首先，我们来了解一下美国女兵。美国女兵在满足需求这方面可以说是恶贯满盈。据日本某网站的刊文报道，从1952年日本和美国签署日美安保协定到2017年为止，驻日美军在日本共犯下超过21万起犯罪案件，致死人数过千。美军基地附近全都是案件重灾区，治安案件频发，当地百姓民怨沸腾。相比之下，驻韩美军也不遑多让。在仔细阅读完美军的犯罪记录后，可以发现美军的犯罪种类中有很多关于生理需求的犯罪，因此要是能解决这一情况，当地治安就可以安稳很多。而这个现象其实日本官员们早就发现了，而且他们还真的想出了解决办法，那就是找人帮他们解决需求。毕竟美军是出了名的精力旺盛，美国人看待日本又有种看待殖民地的感觉，有种自己身为征服者的快感。因此在刚刚驻扎日本的那些年，美军没少搞出乱子来。日本政府对此的解决办法就是向全社会招募女性志愿者，宣传这是为了国家的付出，是爱国的表现，来招募和诱骗国内年轻女性去服侍驻日美军官兵。事实上，除了女性之外，日本政府还非常贴心的为驻日美军准备了国家特色，读者将其命名为牛郎兵。牛郎嘛，大家肯定都知道，和陪酒女对应，专门服务女性。而不管在美国初次占领日本的1945年还是现代，几十万的美军官兵里都有不少女性。女性也是人，也有生理需求，而只要是美国人，不管男女，都是日本政府的重点服务对象，肯定都要好好伺候。大家或许会好奇，美军里那么多男人，为什么不找本国人谈恋爱？首先，确实有一部分美军女兵找了自己的战友谈恋爱，但问题在于，军营中还有很多女性是找不到白人当男朋友的。能作为士兵驻扎别国，自然不能是样子货，肯定是要有战斗经验和能力的。那些5大3粗、腰似水桶、长得比爷们儿还爷们儿的美女们，美国大兵也驾驭不住，更不愿尝试。因此，美军女兵的生理需求问题同样严重。而美国男女平等、政治正确可是主旋律，所以日本当然不会怠慢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日本政府就开始在社会范围内开出高工资、高待遇，招本国男性去给美军当牛郎兵。当然，他们没有直接说是招牛郎兵，而是说招服务员。日本的男性想要成为一名牛郎兵，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。身高这一关就卡住很多人，毕竟日本人平均身高肯定不如白种人。除了身高以外，去应聘牛郎兵的人还会被仔细检查每一寸肌肤以及各项身体指标，检查身体有无疾病或不适，身体器官是否正常，有无传染疾病。只有极其健康强壮的那批男性才有资格去服务美国女兵。这些人在入选之后，美国方面还会再全方位体检一遍，确保这些服务者没病。只有所有检查都通过之后，牛郎兵们才能上岗，而管理者也不会一上来就让他们脱裤子。通常军队管理者会先给他们安排舒适的房间，然后用好酒好菜招待他们，好好养一段时间之后，才会给他们分配房间，最后再安排客人来接受服务。一切都是有组织和有纪律的。在占领军对日本的统治和教化一书中，就记录一个叫赵田纯一的牛郎兵。他是在日本战败后的第2年，经过层层筛选和严格的体检之后，成为的一名牛郎兵。第一位亲密接触的国际友人，就是一位膀大腰圆、人高马大的美国女黑人下士。按他的话说，他感觉自己在被一只没毛的母猩猩蹂躏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些牛郎兵们不需要每天都上班，在一些特殊日子，比如元旦、天皇生日、盂兰盆节等日子，牛郎兵是可以休息的。毕竟美国人也知道，没有耕坏的地，只有累死的牛。这些牛郎兵的任务
就是用各种方式伺候好美军官兵，满足其生理和精神层面的需求，即使那些要求十分变态。赵田纯一在老年的回忆中就表示，他曾经在一天之内接待了50多位女兵，被玩弄了足足6次，差点当场暴毙。但第二天他还要继续工作，因为那个黑人女下士对他很满意。赵田纯一说，一开始牛郎兵中的很多人在进行这项工作前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内容是为美军提供生理服务，只以为是普通的服务人员。他们大多都被诱骗，被高薪的条件吸引，争先恐后的报名。过关之后才知道工作性质，悔得肠子青了也没用，因为合同都签了，逃跑就等于叛国，不仅会被重罚，还会被亲人指指点点。因此哪怕是被活活榨干，也只能咬牙支撑。美国女兵如狼似虎，苏联女兵的状态其实也差不多，而且她们满足需求的方式更加变态。在战争年代会出现女人数量远大于男人的现象，苏联也不例外。二战时期，随着战争的不断进行，走上战场男人越来越多，但从战场上活着回来的却越来越少，于是女人们就这么成了寡妇。在当时，苏联的家庭大多都是男人走官方渠道征召入伍，柔弱的女性负责后勤生产，强势的女性加入民间游击队。这些女兵在平日里需求是很难得到满足的，毕竟适龄的男人都去打仗了，留下来的都是老人小孩，所以这些被生理需求驱使的女人就想到一个办法。当时在战场上被俘虏的战俘都会被关押在后方营地里，这些女兵就把主意打向了被俘虏的士兵。能上战场的军人肯定都身体健壮，血气方刚，哪怕被俘虏了，底子也在，因此这些战俘的身份就转变为了苏联女兵的泄欲器。而这些战俘也十分高兴自己身份的转变，打了败仗还能有这待遇，可不是什么地方都能遇到的。随着这种现象的不断发生，苏联政府开始感到不满，他们认为这件事情一方面侮辱了在战场上死去的士兵，另一方面抬高了这些俘虏兵的地位。但时间久了，干预和制止也无济于事，因为女兵的数量只增不减。就算高层再不愿意，现实的压迫还是打败了苏联政府不满的气焰。最后，苏联政府不仅放开了政策，还做出了明确规定，允许俘虏和苏联妇女在一起，并且对那些对苏联有贡献的、可以提供情报的，酌情恢复身份。等到二战结束，大批的战俘要开始选择去与留的问题。本着对国家的热爱和对亲人的思念，大部分的战俘放弃了他们在苏联的妻子，而苏联政府也没有强加扣留，开始一批批遣送回国。但是令战俘没想到的是，杀死他们的不是苏联人，而是迎接他们的本国士兵。很多国家都认为这种被俘虏的士兵没有骨气，甘愿做苏联女兵的泄欲工具，侮辱了本国形象，因此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惩治。最后我们再来聊聊中国。和美国与苏联不同，中国的部队中女兵因体力问题很少被分配做步兵，大多都是在后勤部、指挥系统、战地医院等军事设施工作。就算有登陆战场的，也只是飞行员或者海军通信员。除此之外，部队并不过多限制感情问题，只要能通过一系列的身份考察和登记，就可以进行正常的婚配，因此需求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